视角看韩国美食节目，杂草又成新美味，寒酸又上新高度。我是一个韩国电台记者。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全罗南道最大的一处水稻种植基地，继续寻找舌尖上的寒酸。在这里，每年水稻成熟收割前，附近的大婶们都会拿上水瓢来找寻一种特殊的美味。大婶们拿着水瓢在水稻田间来回的左右摇动，不一会儿，水瓢中就出现很多绿油油的植物颗粒。这些看起来平滑无毛的植物就是皮草。皮草是禾本科皮属的一年生杂草，皮草生长速度很快，通常比同期的水稻快20%到30%左右。从发芽到成熟仅需6到70天，其繁殖能力惊人，因为与水稻争水分、养分、阳光和生长空间，也是世界上重点研究防除的一种恶性杂草。在别的国家，皮草的全草可以作为绿肥或者是饲料呀，但在韩国通常会将各种杂草收入腹中。大婶们把收集来的皮草籽炒熟，然后加水研磨，之后倒入锅中不停地翻炒，直至汤汁变得浓稠，这就是当地有名的皮草粥。它不仅可以代替米粥，同时还有凉血止血的作用，在这里是上了年纪的村民们的最爱。为了给大家剪辑更高清的视频，我专门换了一台新电脑，换了新的，旧的也别浪费。像我的联想拯救者找转转上门回收了4800多，而且转转现在可回收的品类特别多，小到耳机、手表，大到主机和显示器，甚至就连 VR 眼镜、包包和腕表都能回收，一键下单，通通打包带走。总之有东西要回收，我首先推荐转转。之后大婶又把大麦仁清洗，放入锅中大火猛炖，等到锅里的水收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把土豆也放进去一起炖煮。趁着炖土豆的间隙，把荞麦粉加水揉成面团，再搓揉成手掌大小的荞麦饼子，随后在大麦仁土豆饭上放上南瓜叶打底，再把刚才搓揉好的荞麦面饼子也放上去，最后盖上锅盖继续煮。15分钟后，美味的大麦仁土豆荞麦饼子饭就算是做好了。这一口下去，碳水 buff 直接叠满了，南瓜叶的清香配上土豆的甘甜，就问这一口下去谁吃谁不迷糊呀？接下来大婶又开始制作今天的重头肉菜，把已经处理好的福寿螺肉直接放入刚才已经调好味的大酱汤中，紧接着大火炖煮，等到螺肉完全煮熟后就可以吃了。吃的时候可以把福寿螺大酱挖上几勺，放在刚才做好的大麦仁土豆荞麦饼子饭上，并充分搅拌。虽然此时的螺肉经过长时间的大火炖煮已经变得十分难嚼，但是只要使点劲儿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份美味的。这一口下去，大麦仁土豆饭和福寿螺肉经过唾液的激发，在口中充分融合，将美味值大大提升，非常马西骚呀。为了解腻，大婶们又做了一道清爽凉拌菜，把新鲜的虾米用葱捣碎做成虾酱，然后把萝卜切成丝放入韩式老方中，再加入刚才捣好的虾酱，充分搅拌均匀，这样美味的虾酱萝卜泡菜就算是做好了呀。吃的时候也可以倒进大麦饭中，并加入香油，马西骚更上一层楼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又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